欢迎观看中国神话与传说系列双语教育视频。众所周知，孙悟空是中国古典文学《西游记》中的主要角色，以其强大的法力和不屈的精神而著称。他象征着反抗与自由，通过不断的修行和冒险，最终实现了自我救赎与成长。由于孙悟空形象深入人心，他被改编成了影视剧、电子游戏等多种形式。你有思考过孙悟空的原型究竟来自何处吗？他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吗？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孙悟空原型的起源。《西游记》是中国4大古典名著之一，成书于明朝中叶，约在16世纪万历年间由吴承恩整理创作而成。虽然故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唐代7世纪的真实历史背景，玄奘法师前往印度取经的事迹，但小说将这一历史事件与丰富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结合，形成了一部具有浓厚神话色彩的冒险小说。明朝时期的中国，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多元，市民阶层兴起，通俗小说应运而生。《西游记》在这种背景下诞生，巧妙融合了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满足了当时百姓对于娱乐与文化的需求。中国历史上，儒释道合流是指儒教、佛教和道教在思想与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与融合，从两汉时期的相遇，到魏晋南北朝的广泛互动，再到唐宋的深入融合，直至元明清时期的持续交融，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发展。《西游记》中大量运用了佛教词汇，如四大部洲、佛、菩萨等，故事情节围绕取经与见佛展开。然而，该作品也讨论阴阳与五行，蕴含了道教内丹术的义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将心比作猿猴，象征着心性的波动不羁与难以驯服。而孙悟空也被称为心猿，正是对他难以驯化本性的生动体现。孙悟空同样是儒家精神的具象化体现，积极入世，恪守仁义礼智信的准则。自从认唐僧为师后，他不再像过去那样桀骜不驯，而是全心全意降妖除魔，只为护送唐僧顺利到达西天。关于孙悟空的原型，以鲁迅为代表的本土派认为他源自《山海经》中的水兽无知奇，而以胡适为代表的外来派则认为其原型是印度神话中的神猴哈奴曼。孙悟空的外来起源说，其实是在中华文明西来论的背景下提出的。哈奴曼面如红宝石，毛色金黄，尾巴颀长，力大无穷，具有多般变化，善于腾云驾雾，是风神之子。哈努曼受罗魔王子之托，去寻找他被魔王劫走的妻子西多。他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有神灵的考验，也有妖魔的阻拦，其中有一个情节与小说《西游记》中唐三藏路足火焰山，孙行者移调芭蕉扇的故事非常相似。然而，随着8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深入研究和对改革开放以来全盘西化思潮的反思，哈奴曼说已逐渐失去中国主流学界的支持。实际上，孙悟空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画中的猴行者。他化妆为白衣秀士，与玄奘一行6人相遇，自称花果山紫云洞84000铜头铁额猕猴王，前来帮助和尚取经。这一形象及作品本身都源自佛教文化。例如，84000元是佛教中用来表示事物众多的数字，常用来形容极多。而猕猴作为佛教文学中的代表性动物，梵语音译为摩迦乍，由于其性情轻浮、躁动，喜欢舍此取彼，佛教文化常用其比喻凡夫的妄心。此外，铜头铁额最早用于形容九黎部落联盟首领蚩尤的81兄弟，他们不食五谷，只吃铁块和石头，拥有不死的金刚之躯，专门制造兵器作战。后来，这个词汇几乎主要用于禅宗的禅语中。同时，大唐三藏取经诗画中的猴行者带有明显的中国本土元素。根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如汉武故事、博物志、汉武帝内传等记载，汉武帝在求仙问道时曾迎来仙道女神西王母降临。
西王母不仅赠予武帝长生仙桃，还揭露了东方朔偷窃他仙桃的往事。大唐三藏取经诗画将这个偷窃西王母仙桃的情节移植到了侯行者的身上，赋予了这一角色更深的文化内涵。随着元朝杂剧和明朝小说的兴起，孙悟空的形象逐渐丰满。在元朝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中，齐天大圣与兄弟通天大圣耍三郎占山为王。他潜入天庭，偷走了太上老君的仙丹和天竺御酒，带回下界与兄弟们享用。二郎神率眉山七圣和巨灵神等下界捉拿。经过激战，齐天大圣和他的兄弟们被擒获。这一情节与小说《西游记》中的大闹天宫情节相似。在元朝杂剧《西游记》中，侯行者首次得名孙悟空，法号孙行者，称号通天大圣。他的兄长是齐天大圣，二妹是乌之奇圣母，即无之奇。无之奇是中国神话中形似猿猴的水怪，他鼻、凸额、白头青身，拥有火眼金睛，头颈长达100尺，力大无比，超越9头大象，大战过大禹，并被他所压于淮阴龟山脚下。除《山海经》之外，《太平广记》中详细记载了无之奇的传说。这一故事流传了至少500年，后来才与唐僧取经的传说相结合。在元朝杂剧征豫版《八仙过海》中，八仙受白云仙邀请，与齐天大圣、通天大圣、角海大圣、翻江大圣、移山大圣5位大圣一同前往参加牡丹宴。随后，在八仙与四海龙王的交战中，5大圣前来助阵，帮助八仙战胜了龙王。在明代小说《东游记》中，八仙是故事的主角，齐天大圣作为配角，协助八仙对抗四海龙王和关温二将。《东游记》是一部典型的道教小说，不仅叙述了八仙得道成仙的故事，还引入了道教史上举足轻重的太上老君这一人物。在我们所熟知的吴承恩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首次被天界招安，受封为弼马温。然而，由于衔官职过小，孙悟空觉得受骗受辱，便叛离天界回到凡间。在独角鬼王的建议下，孙悟空自封齐天大圣，并与6名妖怪结拜兄弟，分别取了大圣之名。随后，孙悟空大败巨灵神和哪吒3太子。天界再次招安孙悟空，玉皇大帝最终承认了他自封的齐天大圣称号。由此可见，孙悟空形象的塑造受到佛教与道教的共同影响，并在历史长河中通过文学作品和戏曲表演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那么，在中国的历史中，是否能找到孙悟空的真实原型呢？自1953年起，考古学家在甘肃省瓜州县榆林窟和敦煌市东千佛洞先后发现了6幅玄奘取经的壁画。这些西夏壁画大多描绘了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故事，画中通常有一位僧人、一名行者和一匹马。在东千佛洞第2窟的壁画中，玄奘身旁跟随一位毛发浓密的行者，身穿绿衣，腰系红带，额头绑着束带。有人认为，行者头上的束带即为紧箍咒的来源。在榆林窟第3窟的另一幅壁画中，玄奘的随行者则是一只毛发旺盛的猿猴。而这些西夏壁画要比小说《西游记》早300多年。在小说《西游记》开篇中，孙悟空由仙石吸收天地灵气孕育而生。有人指出，这一形象的原型与大禹治水密切相关。淮南子记载，大禹治水时，其妻涂山氏化为石头，石头裂开，生下了他们的儿子启。因此，孙悟空并非第一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人物，早在几千年前，大禹的儿子启便是破石而生。孙悟空与夏启的联系还体现在他的武器金箍棒。根据《西游记》第3回记载，金箍棒原是太上老君冶炼而成，大禹借走用来治水的定海神铁，千年不动，直到孙悟空来到龙宫，才光芒四射。有人提出，孙悟空的原型来自禅宗六祖慧能法师。孙悟空拜师学艺的情节与禅宗六祖慧能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坛经记载，慧能原是南海一带的贫苦樵夫，靠卖柴赡养老母。在《西游记》中，孙悟空正是由一位樵夫指引，
误以为他是神仙。后来樵夫自称幼时丧父，靠卖柴为生，与慧能的遭遇十分相似。在樵夫的指引下，孙悟空拜访菩提祖师，祖师当众敲了他3下，只有悟空领会，深夜再拜，得受毕生所学。慧能则是三鼓入室，在五祖弘忍的敲击下领悟佛法，得到衣钵后被告诫离开。同样，孙悟空学成后被菩提祖师逐出，不准提起师门。同时，有人将孙悟空与唐代高僧悟空法师联系起来。悟空法师原名车凤朝，出身于后魏拓跋氏的远亲。他幼年习武，擅长使用一根重达36斤的铁棍，棍法灵活精妙，因此在使团内担任左卫，负责财务和马匹的护卫工作。天宝10年，他奉命护送西域使者返乡，途中因病滞留于西域，受到佛教影响而出家，拜钱陀罗三藏法师为师，法号法界。多年后，他在返回大唐的途中，在龟兹停留30年，专心翻译佛经。唐德宗赐他悟空法号，并安置于长安章敬寺。高僧元照将其事迹编入《悟空入竹记》，使其流传后世。另外，有人认为孙悟空的原型来自于石盘陀。石盘陀是唐朝时期的一位胡人，生活在今甘肃省安西县锁阳城古瓜州东部一带。他是一位西域商人，同时也是玄奘法师的第一位弟子。他的事迹记载于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由于石盘陀是胡人，毛发可能比汉人更为浓密，再加上他披发的形象，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使他与猿猴产生联系。此外，石盘陀在传说中常被称为胡僧，这一称呼可能误传为胡孙，进一步加深了他与猴子的关联。至此，我们对孙悟空的人物原型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真没想到，家喻户晓的孙悟空形象背后竟蕴藏着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历史脉络。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请记得帮我们点赞。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